我每天都要用镊子一片片拔光男人身上刚长出来的金色鳞片，听着他痛苦的嘶吼声，我却在一旁兴奋地数着钱，只因这每一片鳞片都能在黑市卖出天价。男人骂我是个没有心的疯子，但我却笑得花枝乱颤，心里甚至还在盘算，等他长不出鳞片了，那一身的肉是不是更值钱？毕竟当初我可是花重金拍下这只重伤人鱼，每天为他灵芝人参，助他伤愈，蜕变成100年难遇的黄金人鱼。人人贺我走运，说签下契约，我至少能延寿100年。可就在契约前夕，他却游向我妹妹，说找到了真爱，因为那100%的契合度，全家都逼我成全他们。我只能笑着点头，但当晚我就将他摁上了砧板。黄金人，鱼类能凝珠，血液养颜，鱼肉延寿，傻子才拿你来谈恋爱。我是 A 市医疗巨头顾家的继承人顾青兰，也是所有人眼里彻头彻尾的疯子。3年前，我在一场顶级拍卖会上押上全部个人股份，拍回一条半残的人鱼。当载着他的特制水箱被推进顾宅时，全家人都倒抽一口冷气，因为不服管教，那人鱼被上任买家狠狠调教，鳞片剥落大半，尾鳍碎得像破布耳孔处更是只有2个黑窟窿。那人鱼是天生的聋子。顾青兰，你疯了！母亲的声音尖利，这种货色白送都没人要。父亲脸色铁青，下个月有极品雪狼王拍卖，现在退货还来得及。妹妹顾若雪更是捂着鼻子后退，眼里写满嫌弃。姐，好心啊！所有人都说我当了冤大头，但我没理他们，我的目光紧紧锁在水箱里那双紧闭的眼睛上。只有我知道，那双残缺的耳孔天生失聪，看似是伤残，实际上却是深海王族纯血的标志。毕竟在深海，鱼类只需要听见极低频的震颤，根本不需要外耳的装饰。深海异兽录第7卷，虽龙而灵，得天地补，可退金身，蕴含永生之秘。我从小跟着爷爷长大，他至多近妖，但爷爷尽管和龟王结契，也还是在300岁时死于衰老。临终前，他那只活了500年的龟王契约兽在一旁流下浑浊的眼泪。爷爷临终前，枯瘦的手指抓着我的手，一字一句：青兰，顾家要的不是100年富贵，是永生。死的时候，爷爷的牙齿掉光，眼睛萎缩，完全没了人样。衰老是连契约都无法完全抵抗的诅咒。不要那样死，我要永远年轻，永远活着。所以我看向水箱里那条奄奄一息的残次品，就像在看一座尚未开采的金矿。它不是残次品。我转身对所有人宣布，它是我的。我为那条人鱼取名苍灵。此后我掏空积蓄，用最顶级的生态循环系统，在宅邸地下建起一座模拟深海环境的巨型水族馆，每天还用最新鲜的深海鱼虾、100年人参、野生灵芝被制成特供饵料，由我亲手喂食。我甚至成立了专项科研小组，24小时监测它的生命体征、心率、鳞片折射率、血液中稀有活性酶浓度，数据每天呈现在我书房的大屏幕上。第148天，鳞片基底色素细胞出现金色突变，占比0.3%。第301天，尾鳍新生组织检测出超乎寻常的端粒酶活性。第509天，听觉神经束出现自发性修复迹象，对特定低频声波产生反应。每一次数据跳动都让我离目标更进一步。顾若雪偶尔会误入地下实验室，穿着白裙子，像只无辜的蝴蝶。姐姐，你天天守着条鱼不无聊吗？她趴在水族馆玻璃上，指尖轻点。它真的好丑哦。我瞥了眼实时情绪监测曲线，一个明显的厌恶波峰，有意思。我心想，哪怕失聪也能感知到恶意吗？知道这样。后来我甚至放下集团繁重的事务，研读大量晦涩的人鱼心理学文献，只为关注他每时每刻的需求。所有人都觉得我是被他迷疯了。蜕变发生在一个毫无征兆的满月夜，警报器尖啸响起时，监控画面里整个水族馆被一种爆裂的金光充斥，水流疯狂旋转，苍灵蜷缩在漩涡中心，发出痛苦的低频嘶吼。那声音通过传感器转化出来，像是龙卷风碾过钢铁，它的鳞片一片片剥落，鲜血染红海水，但新生的鳞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覆盖躯体，每一片都流转着纯金的光泽。很快转变完成，苍灵的银发如瀑，金瞳似阳，尾鳍展开时华光流转，照亮了整个庭院，甚至它恢复了听力，鱼尾也能时刻化作人腿。而它成功蜕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我紧紧搂入怀中，带着潮汐气息的脸颊依赖地贴蹭我的颈窝。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不太规律的心跳。其实人鱼指甲、人鱼头发也能美容养颜，要不就切它根阑尾吃吃算了。黄金人鱼现世，消息如风暴般席卷各方，祝贺、刺探、觊觎纷至沓来，人都说我是撞了大运，竟捡到一条传说中的黄金人鱼。古籍有载，与之结契，至少延寿300载。青兰，机缘难得，你可要抓紧绑定。然而，人鱼契约需要双方灵魂契合度达到70%以上方可缔结，而我们的检测结果恰好卡在60%，一个微妙而尴尬的数字。于是，所有人都
认为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培养感情，但我爸妈早已将苍灵视作准女婿，每次见她都眉开眼笑，却没人注意到我那位在音乐系深造、向来体弱安静的妹妹顾若雪，目光自苍灵蜕变那夜起，就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顾若雪捂住了嘴，惊叹脱口而出：“好美。”后来的变化是悄然发生的，原本总是跟随在我身侧的苍灵开始频繁偶遇顾若雪。花园的晨露间，泳池的碧波畔，总能飘来妹妹空灵婉转的歌声。顾若雪开始专门练习一些人鱼的古调，那是她从我书房偶然看到的残谱上学的。好不容易恢复听力的苍灵，时常听得入神，经筒中漾着我未曾见过的柔和涟漪。我还听见顾若雪同苍灵开玩笑，说自己从小就做一个梦，我梦见一条金色的大鱼在黑暗里发光，我好难过，一直想救它。现在见到苍灵哥哥，我才明白，也许那就是你，我们上辈子也许就认识了呢。这话逗得苍灵红透了脸。后来家族盛宴上，人影幢幢，喧嚣扰扰，苍灵明显焦躁不安，尾气不耐地轻拍地面。就在这时，我妹妹顾若雪拿起小提琴，一曲悠扬舒缓的乐章流淌而出，奇迹般地抚平了她的情绪。曲毕，她在众人赞赏的目光中，怯生生地看向我：“姐姐，我是不是抢了你的风头？我只是看苍灵哥哥不舒服。”后来，苍灵突然对我说：“若雪好温暖，和你不一样。”此后，我能感觉到在苍灵身上有什么东西开始变了。一个午后，顾若雪又一次不小心将一杯滚烫的茶水泼在自己的手背上，然后她痛呼出声。正要来找我的苍灵几乎是瞬间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握住她的手，口中吟唱起人鱼特有的治愈歌谣。淡金色的微光自她掌心泛起，狰狞的红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顾若雪仰着脸，泪珠挂在睫毛上，声音又轻又软：“苍灵哥哥，谢谢你，姐姐从来不会这样紧张我。”苍灵的金筒里有什么东西彻底化了。没过多久，苍灵就拒绝了我为他安排的旨在提升契合度的系统性课程，然后公开表示希望多向顾若雪学习人类艺术。他甚至开始用我的副卡订购永不凋零的深海珊瑚送给顾若雪，还在月光下为她吟唱惑人心魄的人鱼情歌。有一次，我提前结束会议回家，正好听见顾若雪在花房对苍灵低语：“苍灵哥哥，姐姐对你这么好，你以后真的会和她结契吗？那我是不是就不能经常见到你了？”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苍灵的回答斩钉截铁：“我只把他当恩人，若雪能触动我灵魂的只有你。”外界窃窃私语，嘲讽如暗箭。顾青兰是顾家继承人又如何？完美无瑕又怎样？还不是用钱买不来真心？那人鱼都快被他妹调走了。但那些我一概不理会。流言蜚语中，我依旧每日为苍灵调理身体。但那日，我端着千辛万苦寻来能巩固她蜕变根基的龙血藤药剂去找她，苦涩的药味弥漫开来。苍灵漂亮的眉头立刻蹙紧，毫不客气地抬手将我推开。青兰，你的药总是这么苦，我不喜欢。此时顾若雪恰巧路过，手里端着一小碟亲手做的甜腻的糕点，柔声说：“苍灵哥哥，喝药辛苦了，吃点甜的压一压吧。”她看向我，眼神无辜：“姐姐，你别生气，我只是心疼苍灵哥哥。”这话说完，苍灵的眼中光芒微动，随后她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摆尾游向我妹顾若雪，说她遇见了真爱。我喜欢若雪的歌声，若雪的歌声比任何药剂都更能安抚我，我要和她结契。她转身，金眸直视我，里面是全然的疏离与指责。我们人鱼一族崇尚纯粹的爱情，而你从头到尾都带着功利的目的接近我，测量我，你不配得到我的心，更不配与我结契。说着，他扬起手腕，那里浮现出2道淡淡的契约光纹检测结果。看清楚了，我和你的契合度只有60%，而我和若雪的是100%，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若雪现在病了，病得很重，只有与我结契，分享生命之力，才能救她。你若真对我好，就该成全我们。爸妈闻讯赶来，愣在当场。此时，顾若雪适时的身子一软，靠在母亲怀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气若游丝的补充：“妈，是我不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可是我和苍灵哥哥的契合度真的是上天注定的。”随后，他们就看见了顾若雪眼里的泪珠，最后目光复杂的落在我身上。我从小作为顾家继承人，跟在爷爷身边学习权术与规矩，同我爸妈的关系自然不比顾若雪同他们的亲昵。更何况妹妹同我是双胞胎，但因为胎里落下的病症，天生体弱。半年前，她的体检报告更是如一道惊雷，她被发现爆发了罕见的基因缺陷症，以现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也不过是免疫延缓，医生更是私下坦言生机渺茫。可我查过她的就诊记录和药物流水，那些所谓的救命药，她近3个月来根本没有按时服用。她在用自己的健康演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戏。所以当晚，一群人就拉我谈心，室内灯光温暖，气氛却冰冷沉重。母亲率先开
开口。青兰，有些话憋在心里很多年了。当年你生下来就比若雪重了1斤多，哭声也洪亮。若不是你在胎里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那份，若雪怎么会先天不足，落下这一身的病根？当时接生的医生说，你的脐带绕在若雪脖子上3圈，你就是带着恶意出生的，你欠若雪的这辈子都还不清，这回你就该让她。紧接着父亲也开口了，检测结果不会错，他俩的契合度检测100%，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是天命，强求不得。那100%的契合度，就是老天爷在给若雪指路，也是在给你还债的机会。若雪现在得了重病，时日无多了，现在苍林就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听见这话，母亲也仿佛抓住了什么依据，语气陡然变得急切，甚至尖锐。是啊，你从小到大什么都是最好的，爷爷的亲自栽培，顾家继承人的位置，而若雪有什么？她只有一副病弱的身子，现在连她唯一心动的人你也要抢吗？青兰，你的心怎么就那么硬呢？你契约苍林不过是为了延长寿命，可若雪是真心爱他，没有苍林，若雪她就熬不过去了。此时顾若雪也适时的轻咳几声，嘴角渗出一丝血红，随后她泪光盈盈地望向我，声音细若游丝。姐姐，我从来没想过要和你争什么，我知道我快死了，不该奢求的，可是真的好想和苍林哥哥一起活下去，你就当是可怜我，行吗？求求你把苍林哥哥让给我吧，没有他我真的会死的。他一边说，一边用只有我能看清的角度对我露出了一个极淡极快的微笑，那是胜利者的微笑。此时苍林就站在他身侧，小心翼翼地为他拭泪，动作温柔之极，但看向我时，那温柔瞬间冻结，只剩下不耐与催促。顾青兰，你这3年的恩情，我会用3颗泪珠偿还，足以抵你所有花费，但我的心已属于若雪，我的灵魂也只会属于她。最后还是父亲拍板一锤定音。青兰，你是做生意的人，要懂得权衡，顾家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形象，如果你执意不肯成全，导致若雪出事，家庭失和，舆论会对继承人非常不利。董事会那边我也不好交代，你也不想失去继承人的身份吧？而且成全若雪也是弥补你出生时的过错，赶紧把人让给你妹妹。我静静地听着每一句话，看着每一张脸，然后低下头，轻轻地笑了。100%契合度啊，那真是太好了。看来他的情窍终于彻底打开了。我的脑海里忍不住浮现出那本秘书上的文字：永生之秘系于黄金人鱼之情窍，人鱼一族繁衍依赖体外受精，血脉力量至上，因此上天赐予他们天赋的同时，也封闭了他们的情窍，令其族群难以产生深刻的爱情羁绊，以防个体沉溺情爱，损害种族繁衍与力量纯粹。而黄金人鱼作为人鱼中的至真王者，其真正价值恰恰在于这被封闭的情窍，唯有情窍打开，其血肉才具备令人延寿乃至触及永生的神效。70%契合度是外力辅助下能刺激其情窍打开的最低阈值，而契合度越高，情窍开得越彻底，其药效也就越强大。我花费3年，也才堪堪将契合度培养至60%。我布下温情的网，只待一个契机推向70%，却没想到我这位好妹妹如此善解人意，竟暗中助我一臂之力。她与苍灵暗度陈仓，恰好将这契合度推至了完美的巅峰，100%。这已不是简单的情窍初开，而是毫无保留的灵魂共振。100%，这真是太好了。我同意了把苍灵让给顾若雪，但条件是她必须亲手将恩情了结。那3颗泪珠需她真心实意为我而流。人鱼一族眼泪并非皆是珍宝，肉体的疼痛只能催出咸涩的水滴，唯有真心经受情感淬炼，淌出的血泪方能凝结成光滑流转的真正人鱼泪。我借口为了让过程纯粹，也为了避免顾若雪看见血泪而心痛，我特意邀请苍灵来到隔音绝佳、设备齐全的地下观察室。这里曾是他每次体检的地方，如今将成为他偿付债务的场所。你终于想通了。苍灵的语气带着卸下重负的轻松，甚至对我重新展露出一丝温和。你既然是若雪的姐姐，日后自然也是我的姐姐。你若喜欢人鱼，等我与若雪安定后，可以带你去人鱼族领地，引荐几位出色的弟弟。苍灵还在畅想着未来，却不知道这正好方便了我。同过去3年每次进行精密检查一样，苍灵习惯性地滑入中央的实验池，池水清澈，他熟练地躺进那枚
枚为他量身定制、铺着柔软海藻的合金贝壳舱内，准备开始流泪。起初，我循环播放那些曾用来测试他情绪反应的悲情电影与哀乐，他配合的酝酿情绪，眼角溢出泪水，滴滴落入特制的收集皿中，但留下的都是咸腥的泪水。接着，屏幕上切换成我们3年间的点滴记录。我深夜为他调试水温，亲手喂食，学习人鱼与他笨拙对话。他的眼眶才微微发红，流下的泪水中掺杂了极淡的血丝，但却依旧未能凝结成珠。这证明他对我的绝非刻骨铭心的真情。直到他的目光无意间瞥见手腕上那根顾若雪送他的普通至极的彩色橡皮筋，刹那间，他金色的瞳孔猛地收缩，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中了心脏。一声压抑的呜咽溢出喉头，第一滴浑圆殷红的血泪终于缓缓凝聚，叮的一声轻响，滴落在玉白的收集皿中，晕开一小片惊心动魄的红。他完全没有发现今日实验池里的不是精心配比过的模拟深海环境的盐水，而是纯粹的导电性极佳的淡水，更没有发现他身下那熟悉的贝壳舱内壁，几处伪装完美的花纹悄然划开，冰冷的合金锁扣如同捕食者的利齿，瞬间弹出，咔嗒，数声轻响，精准地扣死了他的手腕、脚踝以及那华丽的尾鳍。苍林骤然从情绪中惊醒，试图挣扎，却发现往日温顺支撑他的贝壳舱变成了坚固的囚笼，机械的力量绝非血肉之躯可以抗衡。锁扣纹丝不动，他脸上的血色尽退，骤然浮现出3年前我从暗无天日的拍卖行水箱里捞出他时那种深入骨髓的惊恐与无助。顾青兰，你想干什么？他的声音因恐惧而变调，尾鳍小幅度的胡乱拍打，溅起一片水花。放开我！你以为这样就能逼我就范吗？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绝不会背叛若雪。我并未立刻回答，只是慢条斯理地走到一侧的操作台前，拿起早已备好的柠檬、香菜、蒜瓣和辣椒，依次放入一台破壁机中。机器启动，发出低沉有力的轰鸣，瞬间将这些充满刺激性的食材碾碎、混合，榨取出浓烈馨香的汁液。我没吃过人鱼肉，不晓得人鱼肉酸不酸，所以我特意准备了泰式的香料和日式的芥末酱油。当然，川式那种拌鞋底子都好吃的蘸料我也没有错过，甚至连搭配烤肉才吃的干料我也准备了一盘。要是还不好吃，就油炸。我瞥了一眼旁边预热好的小型油锅，此时金黄的油面平静无波，高温油炸的没有不好吃的。那边苍林见我没有理他，估计以为这只是我某种变态的刁难或报复，所以仍在为挤出第2、第3颗血泪而努力，直到我按下另一个按钮，禁锢他的机械臂稳稳运作，将他整条人鱼从淡水池中缓缓托起，然后哐的一声轻响，落在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金属平台上。那平台的大小、高度分明是为处理大型鱼类而设计的砧板，冰冷的金属触感透过皮肤传来。苍林浑身一僵，这时我才转过身，面对着他，缓缓戴上一双白色手套，手套边缘与袖口贴合，发出轻微的啪声，在寂静的室内格外清晰。你说的对，我的确功力。第一眼从拍卖行看到你时，我就知道你是这世上最稀有、最极致的食材。说着，我操纵机械臂调整固定锁，让它以更便于处理的姿势躺平。泪能凝珠，血可养颜，肉能延寿，这才是你的价值。刀尖徐徐划过他的胸腹与鱼尾的连接处，傻子才会白白送人。我抬起眼，对上他因极度恐惧而失神的金眸，微微一笑。别怕，我可不会杀了你，你可是金母鸡，我怎么舍得杀鸡取卵呢？我只会一点一点吃了你。说到这里，苍林被吓得几乎扭曲变形，就算是再俊美的脸蛋，此时也不过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你疯了！他的声音嘶哑破碎，尾鳍开始不受控制的痉挛。你竟然要吃我，顾青兰，你这个恶魔、变态、疯子！可是他骂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戛然而止，因为我已经拿出一根胡萝卜，狠狠地塞进了他的嘴里。No， 我可不是疯子，我只是个普通人。说着，我轻轻抚过他俊美的脸庞。世界上的族群千千万，自然界的法则里，不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吗？人类站在食物链的顶端，食谱自然广一点。我既然能吃鱼，自然也能吃人鱼，这很合理。平心而论，真的很美。这3年，我偶尔也会动摇，想着这样养着眼也不错。我叹了口气，似有惋惜。可惜啊！刀光一闪，刀尖在苍林凄厉的惨叫声中剜下第一片鱼肉，动作快、准稳，切口平整，泛着珍珠白的鱼肉微微颤动，边缘渗出一丝淡金色的人鱼血珠。我还是更怕死。契约虽然能共享寿命，但还要看你脸色，每隔100年加固一次，实在太麻烦。我俯身对他惊恐紧缩的瞳孔微微一笑，然后在他惨白的脸色中，我夹起那片鱼肉蘸了蘸酱。那要吃进自己肚子里，
里化作我的骨血，来得踏实永久。我优雅地将鱼肉送入口中，细细咀嚼，感受着那奇特的肉质在齿间化开。果然是深海鱼类，油脂比三文鱼、蓝鳍金枪鱼来得更加丰富，混合着酱料的刺激味道，让我微微眯起了眼睛。人鱼的味道真不赖。而随着这肉质进入我的体内，我能明显感觉到有种活力在我的身体里荡漾。3日后，顾家为苍灵和顾若雪举办的契约典礼宾客云集，极尽奢华。顾若雪身着缀满珍珠的礼服，脸颊因兴奋与期待染上娇艳的红晕，眼中光芒比华服更甚。她甚至在仪式开始前特意走到我面前，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姐姐，谢谢你成全，你放心，等我好了，一定会好好报答你这些年的照顾。”她的眼底闪烁着毫不掩饰的野心和即将胜利的快意。外界恭贺时，父亲母亲也当着客人的面不停夸她，说：“多亏了若雪，经常来陪苍灵说话，给她唱歌。人鱼心情好了，才能恢复这么快。他们100%的契合，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可眼看着吉时已到，苍灵也始终未现身。顾若雪从娇羞等到焦虑，最终提着裙摆，不顾礼仪地冲到正在门口从容招呼贵宾的我面前，声音因急切而尖利：“姐姐，苍灵呢？你把她藏到哪里去了？今天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我和周边的宾客打过招呼，然后拉着她走到了主桌，笑着指了指正被父母风卷残云般享用的精美刺身。晶莹剔透的薄片在冰雾中泛着异样的淡金色光泽，配着奢华的黑鱼子酱。他在这儿呢，他一直在这儿啊。顾若雪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她瞳孔骤缩，似乎无法理解听到的话。可我没有因为她的愚笨嫌弃她，毕竟是我的亲妹妹。我还是继续用那种闲话家常般的语调耐心补充：“眼泪和血我都已经高价卖给几位急需延命的收藏家了。鱼肉嘛，爸妈看起来很喜欢。哦，对了。”我顿了顿，示意侍者端上一个更精致的水晶小碟，里面盛着几片近乎透明、肌理细腻如脂的鱼生。它尾鳍最嫩的那块我留给你，毕竟你是我亲妹妹，你的身子弱，有好事姐姐怎么会忘了你？顾若雪浑身僵硬，机械地低头看向那碟在灯光下几乎会发光的刺身。她似乎终于意识到了什么，脸上的肌肉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胃部剧烈翻腾。她猛地捂住嘴，干呕起来：“不可能，骗我！苍灵哥哥他怎么会？这是假的，是你找来骗我的。”是不是假的？你尝尝不就知道了。我捻起一片递到她唇边，笑容温和：“妹妹，你不是最爱吃海鲜刺身了吗？这可是姐姐特意为你留的最精华的部分。”不！她尖叫着挥手打掉，晶莹的鱼片落在地毯上。她踉跄后退，撞翻了身后的香槟塔，也浑然不知。在一片碎裂声和宾客的惊呼中，瘫软在地，眼神涣散。听到我这样说，顾若雪浑身剧烈颤抖起来，她死死盯着那碟刺身，又猛地抬头看我，嘴唇哆嗦着，她的眼中交织着巨大的恐惧。但此时她大概还以为这只是我恶毒的玩笑。直到我看了一眼腕表，时间正好，人员聚齐，我缓步走向宴厅前方的主持台，示意乐队停止演奏。所有宾客瞬间安静下来，疑惑地望向我这位突然掌控了局面的顾家大小姐。诸位来宾，很高兴你们能够来到这里。或许大家原以为是来见证一场浪漫的契约，但事实上，顾家邀请各位是为了参与一个更具历史意义的时刻——顾氏集团跨时代生物科技产品的首发发布会。父母停下了刀叉，惊愕地看着我。顾若雪踉跄了一下，几乎站立不稳。我无视所有视线，向助手示意。随后，一个盖着黑丝绒的展示台被推了上来。我掀开绒布，露出3只设计极简却透着科技感的金色瓶罐。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展示素光系列终极焕颜精华霜。我打开其中一瓶，里面是流动的金色膏体，隐隐有微光流转。我郑重邀请了前排一位容貌衰老的商界女强人上台，在众人的眼光下，我将少量精华涂抹在她的手背和眼尾。不过10几秒钟，惊人的变化发生了，她手背的皮肤明显变得紧致饱满，那深刻的鱼尾纹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淡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光滑细腻的纹理。现场顿时响起难以置信的惊呼。女强人对着侍者即视地上的镜子，捂住嘴，眼中爆发出狂喜的光芒。重新露出来的皮肤可谓是吹弹可破。我微笑着等待现场稍稍平静，才继续道：如各位所见，这不是魔术，而是基于顾氏独家掌握的划时代的生物活性技术，其核心成分来源于极为珍稀的黄金人鱼活性细胞。是的，正是诸位所知的那位苍灵先生为这项伟大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素材。我目光扫过台下，在呆滞的顾若雪脸上停留一瞬，笑意更深。我当初花光积蓄救他，就是为了投资，而今天我很荣幸地向各位宣布，这项投资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高额回报。说着，我微笑着看向父亲母亲。这也要多多感谢我父亲母亲的鞭策，没有你们一次次提醒我家族利益和大局为重，我可能还下不了决心将这项个人投资转化为惠及全人类的产业。基于此核心突破，素光系列将陆续推出全系护肤产品，以及更为重要的生命活力补充剂。后者在临床试验中已显示出显著优化细胞机能、延缓衰老进程的明确效果。顾氏集团在此正式宣布，我们将以最顶级的条件，长期大量收购各类人鱼资源，尤其是黄金人鱼。同时，欢迎所有有志于此领域研究的机构与我们合作，共享新纪元红利。发布会效果堪称炸裂，顾氏的股价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内连续涨停，订单如雪片般从全球飞来。竞争对手们红了眼，纷纷投入巨资，试图破解或复刻顾氏的技术。他们不惜代价搜罗人鱼，甚至有人也弄到了罕见的黄金人鱼，投入无数资金建立实验室。然而，所有尝试均告失败，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堆毫无特殊活性的普通生物细胞样本，巨额投入血本无归。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关于人鱼血脉真正的秘密，情窍的打开与利用之法，是爷爷那只老狐狸临终前只传于我一人之耳的核心绝密。而用人鱼血头作为诱饵，拖垮、收割那些贪婪的竞争对手，本就是我和爷爷早在数年前便已布下的局。很快，几家昔日巨头因研发泥潭资金链断裂，陆续破产，顾氏则顺势吞并了他们的核心资产、人才以及他们手中那些无用的人鱼资源。至于苍灵，我怎么可能一次性吃完如此珍贵的原料？它是会下金蛋的金母鸡，必须可持续的利用。我充分利用了人鱼体外受精的特性，以苍灵为副本，与多条健康的普通人鱼进行人工配种，经过数轮筛选和特殊的药草环境培育，成功获得了更多携带黄金人鱼潜质的后代。再辅以特定的情绪与生理刺激，比如在高压情况下派出同我妹妹顾若雪一样的圣母型美人，就是其中一种高效手段。利用美人计，我成功培育并催熟了多条可用的情窍打开的黄金人鱼，一条稳定、可控、可再生的原料生产线就此建立。在顾氏绝对的技术垄断和庞大的商业运作下，我们迅速从 A 市的医药巨头崛起为全国乃至全球生物科技领域无可争议的霸主。昔日那些嘲笑我用钱买不到真心的声音，早已化作了毕恭毕敬的顾总英明。我的父母在定期服用我提供的特制补充剂后，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然而，他们再也不敢对我的任何决策智慧半句。3个月后，顾宅晚餐，父母的脸庞已恢复40岁左右的光泽，父亲甚至重新开始染发，母亲换上了年轻时风格的裙装。他们对着长桌尽头的我，笑容里带着刻意的小心。青兰，这个月素光的财报简直惊人。父亲亲自为我盛汤，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温和。我擦擦嘴角，放下餐巾。对了，有样东西，我觉得该给你们看看。我示意助手推来移动屏幕，点击播放。第一段录像是顾若雪私人保险柜的扫描文件，过去1年的药物购买记录与她实际服用的剂量对比图，红线始终在安全剂量以下，尤其在确诊绝症后3个月，她甚至完全停药。母亲手里的银勺当啷掉进汤碗。第二段音频是顾若雪轻柔的嗓音，带着笑意。妈，你放心，打听过了，人鱼契约只要契合度超过70%就能强行绑定。苍灵现在对我正上头，我再病重一点，他一定会心软。姐姐养了他3年，那又怎样？最终得到好处的是我们呀。紧接着是顾若雪的自言自语：姐姐那个蠢货还真信我会死，苍灵也是蠢，人鱼都这么好骗吗？不过没关系，等契约成了，顾家的一切还有那条鱼都是我的。母亲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瘫软在地，精心打理的头发散乱。父亲踉跄后退，扶住餐桌才没倒下。他看着地上崩溃的妻子，又看向屏幕里那个陌生而可怕的女儿，最后目光落在始终平静的我身上。青兰，他的声音干涩如砂纸摩擦。你早就知道。从他第一次不小心把药倒进花盆开始，我晃了晃红酒杯，我只是好奇他能做到哪一步。对了，忘了告诉你们了，你们现在吃的青春素主要成分来自苍灵的次级再生组织，活性只有原生组织的30%，且具有强烈的代谢依赖性。顿了顿，欣赏着他们眼中骤起的恐惧。也就是说，停药3个月，你们会以2倍速度衰老回真实年龄，并伴随器官加速衰竭。父亲的镇定终于彻底崩溃。青兰，我是
你爸爸，你不能。我能。我微笑。顾氏集团的董事会昨天全票通过，罢免了你的所有职务，理由是年事已高，已安心休养。你手里的股份也因之前为给若雪治病而做的抵押，已由我名下的基金会全额收购。我站起身，居高临下。现在你们住的房子、吃的药、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我的恩赐，就像我看向屏幕上顾若雪疯癫的脸，你们曾经要求我恩赐苍灵给她一样。孤立无援的顾若雪疯了，或者说她没有疯，只是靠疯来逃避现实的惩罚。我让她吃下了人鱼肉，治愈了她天生体弱的病症，但后来她就终日抱着一个巨大的鱼缸，对着里面游动的几条普通金鱼呢喃情话，时而甜蜜，时而哭泣，坚信那是她和苍灵的孩子们。我曾去看过她一次，她抬起浑浊的眼睛看我，痴痴的笑。姐姐，看我们的孩子多像他。后来父亲母亲实在受不了她的疯病，外加他们也知道我与她不和，所以要将她送进精神病院疗养，但我没有同意，只是转头将她安置在顾宅深处一间特别准备的疗养室里。房间里有一面巨大的单向玻璃墙，墙后连接着我的核心实验室之一。实验室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循环着淡金色营养液的水族箱，苍灵被精心养护在那里。为了确保原料的持续供应和活性，保留了它的大脑、心脏和主要的神经中枢，将它做成了人鱼虫。它就像一件被拆解又部分重组的人鱼艺术品，美丽、残破、永恒地悬浮在水中。顾若雪每天的主要治疗就是坐在这面玻璃墙前，看着水箱里的苍灵。起初她尖叫、哭喊，用头撞墙，咒骂我是恶魔。后来她开始对着玻璃呢喃，诉说他们的爱情，幻想他能回应。但那玻璃墙是特制的，隔音效果绝佳，就是超出常人能听到的低频和高频也传不过去。我早将在发布会上的情景分片段的给苍灵观看，如今在他心里，顾若雪和我是一伙，就是残害人鱼一族的凶手。苍灵越来有多爱他，如今就有多恨他。再后来，我让人每天按时给顾若雪送饭，饭菜都很精致，但主菜永远是各种精心烹调的鱼，有时是清蒸，有时是红烧，有时是刺身。我告诉他，若雪多吃点，对身体好，多吃鱼，这样你才能和你的苍灵哥哥真正融为一体，永不分离。后来他蜷缩在玻璃墙边的地毯上，形销骨立，曾经灵动美丽的眼睛只剩下2个空洞。好不容易再次见到我，他猛地抬头，没有哀求，没有咒骂，只是用嘶哑干涸的声音问，姐，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我站在门口，逆着光，声音平静无波。等到我对此感到厌倦的那一天吧。你知道的，对于永生者来说，找到一点乐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听了，先是咯咯地低笑起来，然后笑声越来越大，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嚎哭，最后又归于死寂。他把脸紧紧贴在冰冷的玻璃上，望着里面那团模糊的金色光影，再也不说话了。我见了，只是平静地吩咐管家好生照料，随后便转身离开。如今我再度进入拍卖行，翻开最新的拍卖册，只见上面压轴的是一张凤凰兽人的图片，上秘书上说凤凰星只装得下1人，最适合节气。作为贴身保镖，我抚过图片上那绚丽的羽翼，想起实验室水箱里那抹永不消散的金色，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新的投资目标总是令人期待。